哎，你知道这是啥吗？我也是跟着网络长见识了，做出了发酵黄油，翻了好多教程，根据自己实践，第一次就做成功了。虽然发酵黄油也可以买到，但我觉得体验感非常的奇妙。周末在家试一把，新鲜的发酵黄油真的会更香浓。需要用到1升的淡奶油，淡奶油我选择了脂肪含量在38%的蓝风车，毕竟做一次不容易啊，我希望能多出一点黄油。然后酸奶菌粉。把制作酸奶的容器和搅拌勺都开水消一下毒，然后晾干，倒入一小部分的常温淡奶油，酸奶菌粉倒进来。先用这一小部分淡奶油去把酸奶菌粉搅拌稀释一下，接着把剩余的淡奶油都倒进来，搅拌均匀。然后盖上保鲜膜，保鲜膜主要是为了防尘啊，别太严实，透点气儿。因为酸奶菌粉发酵也是需要呼吸的，放在温暖的地方1天，酸奶油就发好了。发酵好的奶油呢，质地像膏状的凝固了，这时候吃也是非常好吃的。但是忍住啊，我们要提取更浓郁的乳酸黄油，把酸奶油倒进厨师机搅拌桶。实际上用打蛋器也是可以做的。那我的海式 M6 开到9档，一开始的膏状被搅打后先变稀了，不用管，继续保持9档打，打一会儿呢就变成了被打发的蓬松奶油质地，再打开始变硬了，奶油发黄了，还要继续打啊，成豆腐渣状，这时候奶油就开始脱水了。当奶油逐渐脱水，你还高速搅打的话，液体就会崩溅哪都是了。所以改成5档，直到看见黄油都聚拢在你的打蛋头上。那现在就成了啊。余下的这个白色液体呢，就是脱脂牛奶，可以喝了。也可以拿来揉面做面包，并且它含有丰富的乳酸菌，做出来的面包会更柔软。你可以尝试一下。准备一盆冰水，把打蛋头上的黄油扒拉下来，黄油在冰水里就皱缩了啊，挤压一下就能挤出更多的水分，然后把它团成团拿出来。这黄油呢，还放回原来的厨师机搅拌桶里，室温给它软化一会儿，接着打到顺滑。找个你喜欢的大号裱花嘴，装进裱花袋里。黄油足够的顺滑，足够的软化后，就可以挤在一张烘焙纸上。然后放进冰箱冷冻里，给它冻硬。那么刚打发出来的乳酸黄油呢，香气很浓，口感顺滑。冻成小块，装进密实袋里。烤吐司的时候放2块，煎牛排的时候放2块，还可以直接吃。当奶油变成黄油的时候，你会惊叹，这简直太神奇了！试一试吧，并且期待你艾特维莎妮做面包交作业吧。下期见，拜拜。